一提到消失的古文明，大家的第一反应大概率是亚特兰蒂斯。可问题是，亚特兰蒂斯本来就是柏拉图编出来的寓言，压根没在地图上存在过。它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被当作一个道德寓言讲给雅典人听，用来警示一个强大而傲慢的文明会如何走向毁灭。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考古证据支持它真实存在过。可地中海上真的有一个文明，它存在过，繁荣过，留下了壁画和文字，还建起了当时地中海世界数一数二的宏伟宫殿，却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几十年内从地中海霸主沦为历史注脚。这就是米诺斯文明，它比希腊神话还早，比特洛伊战争还早，甚至比咱们熟悉的古希腊城邦还早了上千年。当雅典还只是爱琴海边一个不起眼的小聚落时，克诺索斯的宫殿里已经有了完整的排水系统、多层楼的建筑，还有精美绝伦的壁画。它建在爱琴海南端的克里特岛上，没有城墙，没有明显的军事防御工事，却统治着爱琴海的海上贸易近千年。这一点其实非常罕见，因为纵观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几乎所有强大的文明都会不遗余力地修建城墙来保护自己的核心城市，唯独米诺斯人似乎不太担心被入侵。可是到了公元前1450年前后，克里特岛上几乎所有的宫殿建筑几乎同时被摧毁，文明急转直下，再也没能恢复元气。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现大面积的焚烧痕迹和坍塌层，几乎每一座宫殿都在同一个大致的时间窗口内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这种高度同步的毁灭现象本身就已经足够诡异，让人不得不怀疑背后是否有某种共同的原因在起作用。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天灾还是人祸？今天我们就用地理侦探的视角，把这桩3000多年前的悬案捋一捋，从地理位置到地质构造，再到考古证据，一层一层的把线索理清楚。要先破案，先得搞清楚案发现场的地理特征，这一点很多科普文章反而忽略了。克里特岛是地中海东部第5大岛，南临非洲北岸，北望希腊本土，东接塞浦路斯、黎凡特，也就是今叙利亚黎巴嫩沿岸，简直是青铜时代地中海的十字路口。任何一艘从埃及驶往希腊，或者从黎凡特驶往意大利的商船，几乎都绕不开克里特岛周边的航线。米诺斯人正是靠着这个位置，把埃及的黄金、黎凡特的木材、爱琴海的陶器串联成一张贸易网。考古学家在埃及的墓葬壁画里甚至发现了描绘米诺斯人形象的画作，说明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往来相当密切频繁。但克里特岛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头顶悬着一把利剑，它正好坐落在地中海东部最活跃的板块碰撞带上。非洲板块正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这条俯冲带造就了克里特海沟，也让整个爱琴海区域成为地震和火山活动的高发地带。直到今天，希腊和土耳其一带依然是地中海地震最频繁的区域之一。而在克里特岛以北约11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岛，当时的名字叫希拉岛，也就是今天旅游胜地圣托里尼。没错，就是那个悬崖上白房子蓝屋顶，被拍出无数人生照片的爱琴海明珠。每年夏天都有无数游客专程赶去看那里的落日。可在3600多年前，它却是米诺斯文明命运的转折点。那时候的希拉岛还不是今天这个新月形的模样，而是一座相对完整的圆形火山岛。岛上甚至已经有了颇具规模的城镇，居民生活富足，房屋装饰精美，和克里特岛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很多人对火山喷发毁灭文明的印象都停留在庞贝古城。维苏威火山喷发，城市被火山灰瞬间掩埋，居民保持着生前姿势定格。这个画面太过经典，以至于很多人一想到古代火山灾难就会不自觉地往这个方向去联想。所以提到希拉火山，大家也容易简单类比，觉得也是被火山灰埋了呗，无非是规模大小的差别。但希拉火山喷发的性质和维苏威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地质学家通过火山灰层厚度、浮石沉积和碳14测年，确认公元前约1600年前后，具体年代学界仍有争议，一说前1628年，一说前1560年左右，两派学者各自拿出了不同的证据，至今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希拉岛发生了一次普林尼式超级喷发，火山爆发指数达到6到7级，喷发规模是维苏威的数倍，喷出的火山灰浮石总量估计超过60立方公里。这个数字如果换算成体积，足够把一座中等城市完全掩埋好几层。喷发直接把希拉岛的中心炸掉，海水灌入火山口，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巨大的新月形火山口，本质上是一个被淹没的破火山口。游客们站在悬崖边俯瞰的那片深蓝色海湾，其实就是当年剧烈喷发留下的巨大伤疤。这次喷发带来的连锁效应至少有3重。
第一是火山灰扩散，格陵兰冰芯、地中海海底沉积物中都检测到了这次喷发的火山灰层，说明其影响范围极广，可能造成短期区域气候异常。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次喷发的影响一度波及到中国和北美地区的数轮记录，虽然这一点目前仍有争议。第二是海啸，破火山口塌陷会引发巨型海啸。克里特岛北岸考古发现了海啸沉积层，以色列、土耳其沿岸也有类似证据，估算浪高可能达到10几米甚至更高。对于高度依赖沿海港口的米诺斯人来说，这样规模的海啸足以在几分钟内摧毁一座港口城市的全部船只和仓库。第三是农业打击，火山灰覆盖农田，海啸摧毁沿海港口城镇，对高度依赖海上贸易的米诺斯经济是致命一击。米诺斯人不像内陆文明那样有充足的耕地储备，一旦港口和船队受损，整个经济链条几乎立刻陷入停摆。这里有个特别反直觉的冷知识，希腊火山喷发这件事很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传说的原型之一。柏拉图笔下那个一夜之间沉入海底的强大岛国文明，学界普遍怀疑正是脱胎于希腊岛喷发，岛屿中心塌陷入海的真实地质事件，再经过埃及祭司、希腊人一代代口耳相传加工出来。柏拉图本人在对话录里还特意提到，这个故事来自埃及祭司告诉梭伦的古老传说，这条传承路径恰好能解释为什么故事里会混杂着地中海东部的地理特征。换句话说，那个被认为纯属虚构的消失的大陆，可能真的有一个地理原型，只不过沉没的不是大西洋中的超级大陆，而是爱琴海里一座小小的火山岛，规模被后世的传说层层夸大放大了而已。不过要注意，希腊喷发并不能单独解释米诺斯文明的最终灭亡，因为考古证据显示，喷发之后，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等宫殿其实又延续繁荣了大约1个世纪左右，才最终在公元前1450年前后遭遇毁灭性打击。这中间的100年里，米诺斯人似乎顽强地重建了家园，继续与埃及和黎凡特保持贸易往来，宫殿壁画和陶器风格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断层。也就是说，火山喷发更像是重伤，真正的致命一击另有蹊跷，凶手另有其人。既然火山不是直接凶手，很多人会脑补，那肯定是外星人或者神秘力量了吧？毕竟这么戏剧性的消失，总得配一个戏剧性的解释。这种心理其实古今中外都很常见，人们总是更容易相信离奇的故事，而不是复杂的多因素解释。其实真正的接盘者证据确凿，他们就是迈锡尼人，也就是后来荷马史诗里那批打特洛伊战争的希腊本土青铜时代文明。他们的都城迈锡尼和梯林斯至今仍能看到巨石垒砌的城墙遗迹，气质和米诺斯人的开放式宫殿形成鲜明对比。考古学家在公元前1450年这个毁灭节点之后的克诺索斯宫殿废墟里发现了一个关键证据，出土的泥板文书，书写系统从此前米诺斯人使用的线形文字 A 突然变成了线形文字 B， 而线形文字 B 在1950年代已经被证实是一种早期希腊语。这说明什么？说明毁灭之后接管克诺索斯宫殿的统治者换成了讲希腊语的迈锡尼人。泥板上记录的内容大多是宫殿的库存清单，比如羊毛、橄榄油、武器装备的数量。这些琐碎的行政记录反而成了破解文明更替最直接的铁证。学界目前比较主流的推测是，希腊大喷发及随后的海啸、地震极大削弱了米诺斯人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基础。米诺斯文明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制海权，一旦船队和港口遭到重创，整个文明赖以维系的贸易网络就会迅速瓦解，这给了希腊本土正在崛起的迈锡尼人可乘之机。他们趁虚而入，逐步渗透乃至武力占领了克里特岛，并最终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对岛上除克诺索斯之外的宫殿进行了大规模破坏性攻击。像法伊斯托斯玛利亚等宫殿几乎都在这一时期遭到焚毁废弃，唯独克诺索斯本身则被迈锡尼人接管，继续使用了大约50到100年，直到公元前1350年左右也被烧毁废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很有意思的冷知识是，克诺索斯宫殿里那个著名的牛头人参怪米诺陶洛斯迷宫传说，很可能就是对这座宫殿本身建筑结构的历史记忆折射。克诺索斯宫殿占地超过2万平方米，房间多达上千间，走廊回环曲折，仓库、作坊、居住区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20世纪初被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发掘出来时，发掘者本人都感叹其复杂程度堪比迷宫，一不小心就会在里面迷路。而米诺斯这个名字本身，也正是埃文斯借用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之名，给这个失落已久、连自称都不可考的文明重新起的名字。这文明的本名，我们至今其实并不知道，甚至连线形文字 A 至今都无法破译。
也就没有办法从他们自己的文字里找到答案。经过前2轮排查，很多人可能觉得案子已经破了，火山削弱加麦西尼入侵，简简单单一个因果链，事情到此就可以画上句号了。但真实的历史进程往往不是单一原因的多米诺骨牌，而是多重压力叠加导致的系统性崩溃。这也是近几十年考古学、气候史研究中很流行的一个分析框架，常被用来解释包括米诺斯文明乃至后来更大规模的青铜时代晚期崩溃。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埃及、赫梯、迈锡尼等地中海东部一系列文明集体衰落，那次更大范围的崩溃至今仍然是考古学界的重大未解之谜之一。对米诺斯而言，叠加的压力至少包括地理脆弱性，克里特岛资源本就有限，高度依赖跨海贸易和农业剩余，一旦海上通道或港口设施被破坏，整个经济链条极易断裂，几乎没有缓冲余地。反复的地震活动，克里特岛处在地震带上，喷发前后区域地震频率增加，对宫殿建筑群造成持续性结构损伤。即便某次地震没有直接摧毁建筑，也会让原本坚固的结构逐渐变得脆弱不堪。气候波动，有研究基于树轮、冰芯等代用资料提出，希拉喷发可能引发短期火山冬天效应，导致区域性欠收，削弱社会韧性。粮食储备一旦吃紧，整个社会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都会大打折扣。社会内部矛盾，一些学者推测，天灾之后可能伴随粮食短缺引发的内部动荡，甚至起义，进一步削弱了统治阶层的应对能力。一个原本靠贸易和宗教权威维系的统治体系，一旦这些基础动摇，很容易迅速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希拉火山喷发是扳机，迈锡尼入侵是补刀，而地理位置的脆弱性和高度专业化、缺乏冗余的社会经济结构，才是米诺斯文明经不起这一连串打击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这更像是一场压垮骆驼的连环打击，而不是某一根稻草单独造成的悲剧。一个值得玩味的对比是，同样面对希拉火山喷发的冲击，距离火山更近的希拉岛本身的居民反而很可能提前撤离，伤亡有限。考古学家在希拉岛的阿克罗地里遗址，常被称为爱琴海的庞贝，发掘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人类遗骸，也没有发现值钱的金银器物，说明当地居民在大喷发前已经因为前震等征兆而及时逃离，还带走了贵重财物。真正被重创的反而是远在110公里外看似安全的克里特岛。这也提醒我们一个地理学上的常识误区，灾害影响的严重程度并不总是和离震中的物理距离成正比，而要看具体的地形、海啸传播路径、社会应对能力等综合因素。有时候看似安全的远方，反而会因为地形或者海洋通道的原因遭受更严重的次生灾害。聊完了宏观的历史地理悬案，我们再来扫雷几个大家很容易念错、叫错的相关名词，免得下次聊起这段历史被朋友当场抓包。很多人看科普文章，一会儿说希拉火山，一会儿说圣托里尼火山喷发，还以为是两码事，其实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希拉是这座岛屿古希腊名称，考古学、地质学论文里通常沿用这个名字来指代那次青铜时代大喷发事件，学术圈里几乎清一色都用希拉喷发这个说法。圣托里尼则是中世纪之后威尼斯人根据当地供奉的圣伊琳娜教堂衍生出的名称，是今天这座岛屿的通用现代名，也是大家旅游时用的名字。两个名字跨越了差不多3000年的时间，一个是历史考古学名，一个是现代旅游名，指的都是爱琴海上那个新月形的火山岛。下次看到相关文章的时候，记得两个名字其实是一回事，这是学习地中海古文明史时最容易张冠李戴的一对概念，连不少历史爱好者都会搞混。米诺斯文明发源并中心位于克里特岛，是一个以海上贸易立国，宫殿建筑无城墙防御，艺术风格清新明快，壁画常见海豚、百合花等自然主题的文明，使用未被破译的现行文字 A。 鼎盛期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450年，整体上给人一种和平富足、热爱自然的印象。迈锡尼文明发源并中心位于希腊本土伯罗奔尼撒半岛，如迈锡尼、皮洛斯等地，是一个军事色彩浓厚、宫殿普遍带有厚重城墙防御工事的文明，使用可破译的希腊语现行文字 B。 鼎盛期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前1100年，后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率军攻打特洛伊的阿伽门农正是迈锡尼的王。这个文明整体给人的印象更加尚武好战，一句话记忆法：米诺斯重伤轻武在海岛，迈锡尼重武轻伤在陆地。而这两个文明的命运还有一次关键交汇，正是迈锡尼人在米诺斯文明被天灾重创后接管了克里特岛，
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地中海青铜时代的权力交接。一个开放包容的海岛商业文明，最终让位于一个更加尚武的大陆文明。这背后的地理和历史逻辑其实相当耐人寻味。现行文字 A， 米诺斯人自己的书写系统，用于记录米诺斯语，可惜至今仍未被破译，成为语言学界的一大悬案。我们甚至不知道米诺斯人到底把自己的文明叫什么名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至今只能用后世希腊人给的名字来称呼这个文明。现行文字 B， 在米诺斯文明毁灭后由迈锡尼统治者使用的书写系统，主要用于记录宫殿的库存、供赋等行政事务。1952年被英国建筑师兼业余语言学家迈克尔·文特里斯成功破译，证实其记录的是一种早期形式的希腊语。这也是确认克诺索斯宫殿后期被迈锡尼人接管的最直接证据，也是20世纪语言学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一字之差，一个至今是谜，一个早已破译，背后正对应着文明主人的更迭，也是考古学家能够拼凑出这段历史真相的关键钥匙。好了，案子梳理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给米诺斯文明的消失画一条时间线。公元前1600年前后，希腊火山超级喷发，重创克里特岛北岸，间接削弱米诺斯海上力量。随后近1个世纪，文明带着伤病艰难维持繁荣，努力修复港口，重建贸易网络。公元前1450年前后，趁着这口元气大伤的窗口期，迈锡尼人渗透乃至武力接管克里特岛，大部分宫殿被毁，唯独克诺索斯被保留下来继续使用。公元前1350年前后，克诺索斯本身也被焚毁废弃，米诺斯文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此，这个曾经统治爱琴海近1000年的文明，就此彻底沉寂在历史深处，直到3000多年后才被考古学家重新唤醒。所以你看，这根本不是什么神秘消失，而是一场地质灾害叠加地缘政治的经典多因异果案例。火山喷发不是唯一凶手，迈锡尼人也不是横空出世的外来入侵者，而是这场系统性崩溃里那个精准踩点补刀的邻居。看完是不是感觉，原来教科书里轻飘飘一句米诺斯文明衰落，背后藏着这么大的一出地质加历史连续剧？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如果没有希拉火山喷发这场天灾开局，米诺斯文明是不是就能一直繁荣下去？甚至会不会是米诺斯人打赢特洛伊战争，而不是后来居上的迈锡尼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如果历史可以重来版本。